To the great, proud people of Iran, I say tonight that 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This is the moment for action. Do not let it pass. 2月28日，德黑兰时间早上9点15分，美以联军发动联合空袭。正在德黑兰豪宅里和伊朗高层开会的硬汉领袖哈梅内伊一声没吭，硬扛了30枚捷达姆钻地导弹，最终和豪宅一起化为一片废墟。最开始，以色列和美国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包括胡锡进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不相信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他们的总统都是安全的。然后在3月1日凌晨，伊朗官方被迫证实，最高元首连同多名高层已被斩首。随后，伊朗军对这个无头巨兽开启了肌肉反应。对周边各个邻国开启了无差别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这8个国家全被卷进来了。The city of Tel Aviv continues to be Iran's prime target. The big Iranian missile slammed into central Tel Aviv. In Dubai, tourists looking for winter sun had a nasty reminder of the region's realities. 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伊朗，直接的理由是伊朗的核计划。用这个理由解释2025年6月的空袭事件是可以说得通的。当时情报显示，伊朗虽然不具备生产核弹的能力，但是它提取出的核物质已经足以生产脏弹了。对于以色列而言，脏弹产生的核辐射和核污染已经足以对其生存产生威胁。因此，2025年空袭的目标是核设施，这就使得很多人认为核设施在明处可以找得到，而掌握核武器发射按钮的人藏在暗处，并不容易发现。这就解释了空袭目标为什么只是核设施，而不是哈梅内伊。伊朗的高层被2025年的空袭消灭了很多人，但是哈梅内伊仿佛并不是目标。人们甚至认为以色列的目标可能并不包含哈梅内伊。以色列自己也出来放烟雾弹。我们从始至终都知道哈梅内伊在哪，但是没有选择打击哈梅内伊。其实，如果把核武器和哈梅内伊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让以色列人选，那分量更重的无疑是哈梅内伊，是伊朗神权政治体系，而不是核武器。因为只要哈梅内伊和他领导的神权政治体系在，以色列就会随时受到包括核武器在内所有伊朗以及伊朗扶持起来的势力的威胁。只要哈梅内伊和他的神权政治体系在，那么即使他们失败无数次，只要他们赢一次，那就是对以色列的灭国威胁。哈梅内伊的神权政治并不是服务于伊朗一般民众的，这个体系是服务于哈梅内伊和他的核心教士集团的，而教士们想进入核心教士集团，就必须在观点上无限争宠于哈梅内伊。然而，伊朗又是保持了民选政治体系的，因此，要想说服老百姓支持教士集团，进而实现对政府的控制，就必须告诉老百姓存在外部威胁。也就是说，宗教必须扮演在世俗政治中保卫家国的角色，让伊朗长期保持动员状态，教士们才有持续把持政治的可能。伊朗需要敌人，这个敌人必须近在眼前且足够强大。可是，有无缘无故的恨可以用来煽风点火吗？别人可能没有，教士集团一定有。这个产生仇恨的种子，就让他们从宗教历史典籍中找了出来。前面说过，伊朗的政治是服务于哈梅内伊和他的核心教士集团的，开发核武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程也不例外。核武器能给足哈梅内伊和教士集团们安全感。以色列可以杀掉哈梅内伊，可以杀掉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但是只要核武器在，以色列就要承担斩首巨龙的代价。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并不会在伊朗的核能力被消灭前先动手清除威胁的源头，让领导先走了。想象一下，哈梅内伊如果在2025年6月被杀，那么今天飞往周边国际的导弹会不会装上脏弹弹头？再谈一下美国参战的理由。美国作为和以色列拥有特殊关系的国家，保卫以色列
历来都是美国总统获得议会支持的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元地位仰赖于中东国家石油的加成，所以必须保护中东地区的油田安全和航路畅通。这个想法并不能说有错，但其实有一些过时。首先，更依赖中东石油的大国如今并不是美国，美国多年前就已经是原油的出口国，原油出口量排在沙特和俄罗斯之后，排在世界第3。其次，中美贸易和美欧贸易通过中东的线路并不多，唯一通过中东的大船美东线也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是经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后，经地中海过大西洋到达美东。所以更需要地区稳定的是谁呢？伊朗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如今他已对此海峡宣布关闭。这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无需导弹，在海边随便放几门现代火炮就可以对来往船只造成巨大威胁。而这个海峡扼守着整个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半个沙特的石油海运线。这个区域这条运输线本来就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非常重要。在2026年年初，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后，这里也就显得更加的重要。如今，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明面上对付的是周边国家，却对东亚地区的能源供给产生了重大影响。高盛预测，霍尔木兹海峡1个月完全关闭情形下，油价公允价值可上涨10至15美元。但是高盛预测的全球油价，对于欧美来说，这个影响可能只会推动 CPI 上升0.2%，而且是短期的一次性的。然而，对于东亚国家，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更为稳定的石油供给了。这在当今世界是个巨大难题。增加对美的石油的进口，那就得在政策上增加对美妥协空间。这显然不是上策。增加对俄油进口，那就是彻底站在欧洲的对立面上，需要考虑欧洲的感受，尤其是欧洲作为东亚过剩产能的买方的因素。因此，东亚强国可能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被迫做出选择，甚至改变不站队的战略。因此，伊朗战争对于东亚强国的战略空间是存在挤压的。这种挤压会在接下来的1个月，川普的东亚之行上有所展现。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讲过，川普是来接受报价的，但估计川普这次的要价会很高很高。接下来，我们把视野回到伊朗本身。伊朗战争的终点在哪？美以、欧洲周边国家会如何推进历史走向？伊朗战争会不会变成下一场伊拉克战争呢？首先，当前伊朗群龙无首，向外乱丢导弹、乱丢无人机的情况应该无法持续。虽然是美以挑起的战争，但是美以，尤其是以色列，除了安全关切外对伊朗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诉求。说的赤裸一点，如今的伊朗对美以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继续产生强人领袖，打算依靠仇恨建立统治，那继续斩首就可以了吗？如果实现智慧领袖，打破现有教士统治，恢复民主，那就是叙利亚的模式了。这也是伊朗人民的运气。当前的报复持续一段时间后，伊朗就会因为内部权力真空陷入更大的动荡，甚至不排除出现军阀割据、民族冲突甚至内战的可能。这种动荡可能会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外溢成为区域危机。持续的轰炸能够削弱甚至摧毁旧秩序，但是建立新秩序就必须回到地面上来。美以会派出地面部队吗？美国记者拷问国务卿卢比奥的第一个问题，虽然问的是战争所需要的议会授权，但实际上这个战争指的就是派出地面部队。我们认为美国大概率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原因就在于此，议会很难允许总统派出地面部队颠覆伊朗的宪政权。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排除美国会派出，主要是如果出现叙利亚一样的情形，反对派快速上台，对现有体系传下令，那么美以、欧洲完全可以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通过议会派出维和部队长期驻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这些天以来语气和行动上越发强硬的原因。你要么在餐桌上，要么在菜单上，趁早上桌，才能早日分食利益。好的，希望伊朗的战火早日停息，伊朗人民能够活得安全一点、轻松一点。关于美以对伊朗的空袭，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也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分享，还有打开那个小铃铛。我们下期见，拜拜。